东方2022演习周四圆满落幕，高潮部分的实兵实弹演练周三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谢尔盖耶夫斯基训练场和日本海相关海域正式举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军队共同上演了一场现代化联合战役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场观看实兵实弹演练。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约16时50分，实兵实弹演练正式拉开序幕。崎岖泥泞的山丘间，中方陆上战术群99型坦克、04A 型步战车、07A 型122自行榴弹炮等与多国参演部队陆上力量，在纵深开进中运用密集火力，有效杀伤前沿和纵深之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方的前线指挥所。今天天上下着雨，并且雾也非常大，但实兵行动依然照旧展开。现在战斗已经打响，中方的陆上战术群正在对敌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与此同时，多国部队组成的联合兵力正在我方的左右两翼共同围歼来犯之敌。面对敌空中来袭目标，由高炮和便携式防空导弹组成的防空队快速反应，果断出击，精准命中目标；由各型火炮组成的炮兵群配合前沿部队，对敌装甲集群展开火力压制。标尺242，方向向左026，一发齐射，爆！在持续的火力压制下，敌滨海联合作战部队主力机群被击溃，多国参演部队迅速展开机动反击行动。综合扫雷车使用火箭爆破器为步战车和坦克开辟进攻通路，机动反击队的数十辆坦克和步战车超越前沿防守队，多国力量实施联合突击，敌方残余力量被全部歼灭。在日本海相关海域，中方海上战术群南昌舰、盐城舰、东平湖舰与外方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模拟对海导弹攻击、火炮打击敌登陆编队等科目演练。实兵实弹演练持续了约40分钟，实践了联合体系下多国部队防守反击作战行动。据联合部队集群指挥部介绍，这次演习课题为指挥运用部队集群守卫东部地区安全，分为夺占有利地区、实施集火打击、转入进攻3个阶段，旨在锤炼多国参演部队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联合打击和组织协同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第1阶段，反击分队将在航空部队和炮兵部队的支援下消灭假想敌目标，为打击分队顺利投入战斗创造条件。在第2阶段，远程和战役战术航空分队飞机和火箭炮兵营将对假想敌的指挥所、炮兵和防空系统实施打击。最后，联合部队将继续进攻并击溃敌人。而据俄罗斯观点报周三报道，演习期间，俄罗斯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摧毁了一个模拟的敌人指挥所。此外，在最新重型火焰喷射器系统 TOS-2 的帮助下，联合部队对山区一个模拟敌军据点进行了打击。T-72B3 主战坦克、中国99式坦克等参与完成这一任务。演习全程，中方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实兵部队3级指挥体系高效运行，圆满完成了中方战术群在联合体系支撑下的防守反击作战行动，也充分锻炼了我军与多国部队联合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参演各方基于同一想定背景，进行联合战役筹划，并实际使用武器对多种典型目标实施联合火力突击，取得了预期效果，充分锻炼了我军与多国部队联合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中国军队愿加强与各方战略沟通，持续深化防务安全合作，共同担负起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责任。另据解放军报周一的报道，中方联合战役指挥部指挥员助理赵建友表示，陆海空参演部队的行动都展现出新意。中方陆上战术群成建制、成规模、成体系出动地面装备，99型坦克和04A 型步战车等主战装备跨境参演。中方海上战术群在日本海相关海域展开对空射击、对海射击、联合机动等多科目训练。中方空中战术群的歼十 B 战机从国内机场飞抵境外任务空域，分多个波次对敌防空导弹系统实施精确打击。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李淑英在接受《解放军报》采访时表示，中方参演部队派出指挥力量，深度嵌入联合部队集群指挥部，与各国参演部队联合筹划、联合指挥、联合行动、分域管控，在协同合作中增进互信。各方基于同一战场态势分析判断敌情，基于同一战役决心排兵布阵，使用协同计划表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既确保了行动的协调一致，有利于各方展现技战术上的悠长。时事评论员朱江明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中方参演东方2022演习，除了促进与外军交流互动外，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对解放军加速体系化作战转型发展，以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有积极意义。他特别注意到，此前的全要素合练中，中方陆上战术群出动了陆航部队的直10、直19等直升机，低空对敌实施密集火力打击，说明解放军陆军的立体作战体系已经初见成效。此次出国参演并向俄罗斯等陆航作战探索多年的先进国家取经，无疑将有助这一新质作战力量加速生成。我们都注意到就是在这次这个俄乌冲突之中，实际上，可以说是有史以来陆航面临的这种地面火力最密集的一次。那么俄罗斯在这方面呢，也吃了很多的亏，所以说咱们在未来战争之中，这个如何运用陆航，尤其是在这个严重敌火威胁之下，如何运用，还是应该多跟俄罗斯进行交流的。那么无论是它的成功经验也好，还是它的一些这个惨痛教训也好，咱们都是应该。这个认真吸取。东方2022演习于9月1日至7日进行，演习中共动用了5万多名军人、5000多件武器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140架飞行器、60艘战舰、快艇和保障船。参演国包括东道主俄罗斯在内，共有14国。据俄国防部周三表示，来自全球35个国家的70多名军事外交使团代表以及吉安组织和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们观摩了演习过程。俄罗斯红星电视台周三题为“我们有朋友”的报道称，东方2022演习是一次国际性演习，西方对此极为不满。美国宣称俄罗斯正处于孤立状态，但事实证明俄罗斯并没有被孤立。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奥克马内克说，俄罗斯向全世界发出2个信号。首先，尽管与乌克兰发生军事冲突，但俄仍然有能力派出庞大军队参加演习。其次，我们有朋友。俄新社援引俄军事专家的话称，这一演习尤其是对试图破坏亚太地区局势稳定的美国发出的重大信号。我们不挑战你，但能最大程度展示肌肉。俄罗斯作为一个这个有全球影响力尤其是区域之内举足轻重的大国呢，那么它必须得表现出这种大国的这种战略上的这个张力。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毕竟它是一个欧亚双重的这么一个国家，它在这个太平洋地区也有它自己的这个国家利益，所以它必须得表现出来自己的这个战略上的稳定性和这个实力。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抵达位于滨海边疆区的谢尔盖耶夫斯基训练场，现场观看实兵实弹演练。俄军方媒体播放的一段视频显示，在指挥所中，普京坐在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中间，时而拿起望远镜眺望，时而笑谈。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透露，在此之前，普京与绍伊古、格拉西莫夫举行了闭门会议。观摩军演后，普京来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7届东方经济论坛。他在主旨演讲中就表示，孤立俄罗斯是不可能的，俄罗斯的未来在于远东和北极。俄联邦新闻通讯社称，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扩大与亚太地区及中亚国家的合作是俄罗斯稳定发展的关键。东方2022演习举行实兵实弹演练，俄总统普京在现场观摩了这场演习。这场俄罗斯的年度战略演习都有哪些信息值得深挖？又传递了哪些信号呢？是的，童迪，军事演习当然是展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当东道主的国家元首亲赴现场观摩，它的风向标意义就更加显著了。我留意到，普京是身着戎装抵达演习导演部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分居2侧陪同观摩。可以说，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最高决策3人组全数到齐了。
解读一场军事演习的最佳切入点是看它的响定背景。那么，综合中俄两军这几天公开的消息以及陆海空参演单位的实兵实弹演训科目，我大致还原出了这场演习的战役响定。它是在模拟太平洋方向上的假想敌妄图抓住俄罗斯远东方向出现战略真空的契机，在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一带发起2栖登陆侵略，以中俄为骨干的多国联合部队在短时间内完成跨区域集结，并向妄图扩大登陆场纵深的来犯之敌发起装甲反冲锋。中俄海军的联合舰队则从日本海方向对敌登陆船团发起攻击，在取得战场制海权之后，直接发挥自身火力优势，炮击敌岸滩支撑点。最终，在陆海空兵力的密切协同下，全歼来犯之敌。放眼全球，胆敢对俄罗斯这样的有核军事大国发起2栖登陆作战的国家又有几个呢？你还别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还真就认真研判过依托日本为跳板，直插海参崴的方案。人类的战争史告诉我们，没有无缘无故的演习，每一场都会有所指，也往往源于对假想敌战略意图的洞察。大张旗鼓的演习就是要公开粉碎这种意图，让那些军事盲动停止在想象阶段。那么回到这场东方2022战略演习，它传递了什么信号呢？首先，它有力展示了俄罗斯的最高军事决策小组能够在2个相距甚远的战略方向上同时指挥军事行动。其次，俄罗斯仍然具备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显然并非西方媒体所说的被孤立。俄罗斯能让周边国家派出军队聚拢在一起，完成一次协同度很高的国际军事配合。这些国家甚至包括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这对关系紧张的冤家。再者，它充分体现了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协同伙伴关系是一条极具张力的纽带。今天，东方经济论坛已经在海参崴拉开了帷幕，普京总统与栗战书委员长都发表了极具信息量的讲话。我想，中俄之间的协作是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量，基于趋同的战略共识，基于保持周边地缘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这对基于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原则基础上发展的双边关系，一定能够迸发出巨大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在此次军演中，中方参演部队创造了多个首次。那您如何解读这几个首次背后的政治军事逻辑呢？中方导演部在介绍此次演习亮点时提到了多个首次。我军首次同时派出陆海空3军参加联演，首次同时组织空航陆航力量境内部署跨境演练，并且首次派出海军舰艇赴日本海方向协同演练。在我看来，这几个首次的信息量是很大的，我们一条条来解读。首先是首次同时派出陆海空3军参演。现代战争越来越讲究多军兵种的协同配合，讲究合成力量的编组使用。在此次东方2022演习中，背景想定尤为宏大，它模拟的不是一次反恐行动，也不是区域局势动荡背景下的军事维稳行动，而是具有大国博弈背景下的直接军事冲突。从战役场景上看，包含了空地一体化、空海一体化、由海向陆、由纵深向岸滩等等。正如中方导演部谈到的，这是一场全层级、全要素、全方位的演习。而派出陆海空力量遂行演习任务的国家只有中俄2国，可以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牵动这场演习的唯一主轴。其次是首次同时组织空航陆航力量境内部署跨境演练。我们都知道天上飞的装备都依赖成熟的机场或者是发射平台，它必须要有地方起降。那么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此次参演的解放军空军航空兵与陆军航空兵力量都是从国内的机场挂弹起飞，奔赴演习地域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演习想定里，前方与后方之间的界限不再受到国境线的约束。解放军在演习中对航空兵力量的使用，
是围绕战略战役方向执行的。怎样有利于我军快速抵达战场？怎样有利于我军高效的发扬火力？我们的任务航线就怎样画设。接着是首次派出海军舰艇赴日本海方向协同演练。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的中俄海上联合系列军演里，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经常会驶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在彼得大帝湾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混合编组并肩演练。但那是中俄两国海军层面上的联合演习。回看东方2022，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战略层级更高、战役想定更复杂、力量构成更全面的演习。因此，中方派出舰艇编队参演，在极大程度上拉抬了这场演习的战略意义与战术价值。我了解到，这几天美日两国也没闲着，忙着张罗他们的东方之盾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也在进一步增强所谓岛链建设。我想，正因为有美国与日本这样的国家在亚太谋求复制出一个所谓的小北约，让地区局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才会迫使中俄两国在远东这个战略方向上更紧密的合作，更频繁的亮剑。周二，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个最新视频，正在进行的东方2022军演中，俄海军太平洋舰队首次在千岛群岛的马图阿岛用冷堡岸防导弹系统发射导弹。早在去年12月，俄军在千岛群岛完成冷堡反舰导弹系统部署的消息就曾引起各方关注。这不仅因为冷堡是俄罗斯最新型的机动式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同时也因为千岛群岛的马图阿岛有着不同寻常的战略意义。此次俄罗斯首次使用冷堡系统发射导弹，就被认为是又一次向日美释放强烈信号。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发布的视频显示，在东方2022军演中，在马图阿岛执勤的俄太平洋舰队使用冷堡岸防导弹系统，首次向海上目标发射反舰导弹，打击假想敌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指，根据演习设定，假想敌舰船企图进入俄联邦领海，在千岛群岛实施登陆。冷堡岸防导弹系统发射缟玛瑙巡航导弹，对假想敌舰船实施极限射程发射。冷堡系统上一次成为舆论焦点是在去年12月，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新闻处当时宣布，冷堡岸防导弹系统编组开始在千岛群岛的马图阿岛值班。通报称，太平洋舰队的导弹兵们将在千岛群岛中部的这个遥远岛屿进行昼夜值班，监测毗邻水域和海峡地带。俄罗斯国防部当时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大型导弹运输车通过2栖登陆舰上岸后，沿马图阿岛海岸行驶，进入了射击位置。俄国防部表示，部署包括为人员搭建生活区、为车辆搭建车库以及营建其他基础设施。K300P 冷堡是俄军最新型的机动式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宣称能够摧毁包括航母在内的所有水面舰艇。一个完整冷堡岸舰导弹系统包括4辆 KP30自行发射车、1辆或2辆 K380R 型作战指挥车、1辆战备执勤保障车和4辆 K342R 型运输装填车。其发射的 P800缟玛瑙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可用于打击舰艇和航母战斗群中各种级别和类型的水面舰只。冷堡岸舰导弹系统具备反应速度快、自制力强、机动性高、自动化程度高等优势，可以用来保卫长度超过600公里的海岸线，具备很强的制海能力。而俄军将这款先进的反舰导弹系统部署在马图阿岛，也被视为俄方充分显示在俄日领土争端中的坚定立场。近年来，俄罗斯一直致力于加强其在千岛群岛的军事存在。2016年，俄罗斯在伊图卢普岛和库纳希尔岛上部署了冷堡和巴尔岸防防御导弹系统。在随后的几年里，俄方继续向那里派出了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并在伊图卢普岛上建立了一个空军基地，部署了战斗机。俄罗斯一直会在包括北方4岛在内的千岛群岛，比如说通过增加在千岛群岛的部署或者开展演习，向日本传递它对于比如说日本自身以及比如说日美同盟关系的看法，比如说那现在的这个举动，或者说自从2017年以后的不断的这个增强在相应岛屿的部署，然后或者是演习，
它背后可能是传递的对于说日本强化日美同盟威胁到俄罗斯安全的这种不满。由于历史原因以及资源、军事等方面的因素，俄罗斯与日本在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的问题上争执不下。这一争端使俄日两国一直未能签署一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的和平条约。虽然马图阿岛不属于俄日争议岛屿，但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在这里的部署将极大地改变俄罗斯东线的力量格局。马图阿岛，日本称为松伦岛，是俄罗斯千岛群岛中的一个无人岛，全岛面积大约50平方公里，岛上有2座火山。据俄媒报道，马图阿岛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二战期间，日本就曾在该岛上设立海军基地。1945年，在苏联收复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战斗中，日军仓促中撤离马图阿岛。马图阿岛所在的千岛群岛内侧是鄂霍次克海，这片海域海水深度较深，海底地形复杂，有漫长的结冰期，并时常伴有因为寒流暖流交汇所形成的浓雾天气，因此成为部署战略核潜艇的理想区域。事实上，地处鄂霍次克海东部边缘、千岛群岛北部的维柳钦斯克就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核潜艇基地。针对冷堡在马图阿岛的部署，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德米特里·博尔坚科夫曾评论称，千岛群岛正在建立严密防线，而俄罗斯在千岛群岛上强化反舰能力，也使得潜在对手的舰艇更加难以接近战略核潜艇的重点部署区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永志向深圳卫视分析称，在马图阿岛使用冷堡岸防导弹系统，配合俄已在千岛群岛南部部署的其他导弹，有助于阻止别国舰艇通过千岛群岛岛链进入鄂霍次克海。如果从它的军事价值来说，那它肯定是就是希望能够就是说尽可能减少战时对这个地区的这个俄罗斯核潜艇的这个威胁，确保俄罗斯自身的这个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分析认为，此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首次在马图阿岛使用冷堡系统发射导弹，这样的亮剑不仅是在给日本展示其在领土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发出警示信号。俄乌冲突以来，日本追随美欧等国对俄施加制裁，被俄列为不友好国家，俄日关系持续恶化。围绕南千岛群岛的领土议题交锋也持续升级。俄方反制措施包括宣布停止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退出与日本就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暂停执行有关允许日本渔民在南千岛群岛捕捞的协议等。俄罗斯近期举行的东方2022战略演习的演习地点也涉及南千岛群岛。据俄新社莫斯科周一报道，根据俄罗斯法律信息网站上公布的政府命令，俄罗斯停止履行与日本签署的关于日本原住民免签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协议。本次停止履行签证协议是俄对日在领土议题交锋中的再度回击。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眼下俄日关系已降至冰点，短期来看是因为日本追随美欧对俄制裁，而从更深层次来说，则是日本近年来奉行追随美国打压俄罗斯的战略，阻碍了俄日战略互信的构建。简单的说，俄罗斯的策略那就是报复策略嘛，就是因为他对日本就是追随西方，然后谴责俄罗斯，也包括直接向乌克兰提供相关军事援助的这个做法不满。其实不光是这次的这个涉岛这个举动了，采取各种方式表达对于这个日本的这个不满。俄日关系以后还有这个进一步这个下滑的这个可能性。今年夏天，美日联合演习比去年同期暴增50%，其中正在进行的东方之盾22演习受到外界关注。这场演习的指向性明显，实弹射击了在俄乌冲突中应用的装备。日本新组建的电子战部队也首次与美军合练反舰，并且美军还夹带私货，首次将多域作战概念应用到东亚，第一次向日本境内派出了多领域特遣队。那么，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还有哪些小动作？来看报道。8月27日起，美日联合演习“东方之盾22”一连14天，在日本熊本县大师野原演习场和鹿儿岛县奄美大岛等场地举行，双方共有2100人参演，其中美军700人。
日本防卫省公告称，今年的演习主题为离岛防卫，时长比去年缩短4天，参演总兵力也比去年少2600人，旨在完善日本陆自跨领域作战和美国陆军多域作战概念基础上，强化美日岛屿作战能力。东方之盾系列大规模联演从1985年起每年夏季举行，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共同主持，旨在提高美日在多领域的联合战术策划水平、协调性和互操作性，包括在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演习期间，美军首次在日本境内实弹发射标枪反坦克导弹，共发射2枚。标枪的正式名称是 FGM-148反坦克导弹。有战车杀手之称，外销版单价约为26万美元。它是一种由步兵携带、扛在肩上发射的反装甲导弹，可在2.5公里外自动追踪、毁伤目标。标枪在俄乌冲突中名声大噪，给俄军坦克推进造成较大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冲突中，标枪是乌方指明向美西方获取的数量最多的武器之一，要求每天有500枚的供应。截至8月初，乌方已经接收约1.1万枚标枪，而自1996年量产以来，标枪的总产量也不过4万枚。日本自卫队也相应的在东方之盾22演习中实弹发射01式轻型反坦克导弹，也发射了2枚。它被称为日版标枪，绰号为鼠，单价约合人民币126万元。除了标枪，美军还在鹿儿岛县的奄美大岛实弹射击另一款明星装备海马斯 M142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一辆海马斯发射车的体积仅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并且可以在发射后立刻撤离到一个秘密的装填地点，在6分钟内完成装填并进行下一次发射。如果要在海马斯发射火箭前将其摧毁，就要在短短10分钟内识别出其位置，并迅速使用武器摧毁。在俄乌冲突中，美方提供的射程为80公里的缩水版海马斯的威力仍不可小觑。仅6月到8月初就摧毁了俄军20多座大型弹药库和指挥所。日方则相应试射12式岸舰导弹。日本防卫省提交的新财年防卫费预算显示，自卫队打算部署超过1000枚12式岸舰导弹的升级款，射程由目前的100公里大幅提升至1000公里，进攻性明显增强。标枪、反坦克导弹，还有这个海马斯火炮，那么这2种武器的话，都是美军的重要的武器，都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2种武器。所以通过这种新的测试、新的战术、新的作战方式的变化，为乌克兰提供一定的经验。从这点上来讲的话，他测试这2种武器的目的，应该说和这个乌克兰对俄作战是有关联的。东方之盾22有意密集演练在俄乌战场上使用的武器，对抗意味浓厚。不过，事实上，美日电子战部队联合反舰演习才是东方之盾22的重头戏。今年3月，日本陆上自卫队重新整合在九州和冲绳等地新成立电子战部队，编制约180人，司令部位于东京，主要装备是车载网络电子战系统，可干扰敌方无线电波，并建立对潜在对手的信息优势。东方之盾22是日本电子战部队首次参加与美军的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表示，这次美日电子战部队的演练以反舰能力为主。电子战反舰作战有3种用途：首先，干扰敌方来袭导弹，使其偏离目标；其次，使用红外和雷达对抗措施，以降低美日舰船对敌方雷达和反舰导弹的易损性；最后，干扰敌方通讯数据链，保护美日盟友通讯能力。据日本时报报道，美国陆军首次派遣多领域特遣队抵达日本参演。据美军的设计，多领域特遣队整合了电子战、导弹和网络战等多种任务能力，以实现一体化打击。今年7月，美军就透露，作为太平洋威慑倡议重要组成部分，将在日本部署这一新型部队，以实现前线威慑。分析指出，针对台海的意味浓厚。多领域特遣队起源于美军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的设想。在和平时期，多领域特遣队以搜集情报为主要任务。在战斗开始时，该部队会通过电子信息战攻击敌方的通信网络，使敌方的指挥控制体系陷入瘫痪，还利用提前截获的情报，用导弹打击敌人的舰船等设施。美国派遣多域特遣部队和日本联合作战，它实际在检验在日美未来联合作战当中，
如何体现这个多域作战，它的战术策划，包括双方的协调性、互操作性等等等等。这样呢，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打造未来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新的模式，给日本陆上自卫队呢也提供了一个新的理念。所以从这点上来讲，这次是这个东方之盾两演习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据日本防卫省数据，截至8月底，美日今年一共举行51场双边演习，比去年同期的34场增加近50%，比前年则增加1倍。演习地点包括东海、南海和钓鱼岛附近海域。日经亚洲认为，佩洛西窜台引发台海局势紧张，美日演习将更加频密。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前幕僚长称，日方透过联合演习可学习美军的最新战术，美方则可评估自卫队的能力。日本也不断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将军事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周二宣布，将在西南诸岛地区增设弹药库和燃料储存罐等，以应对所谓台湾有事。中国外交部此前曾表示，日本历史上发动侵华战争，对台湾进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台湾是中国的事，不关日本的事。深圳卫视注意到，近年来日本自卫队不断实施北部军用物资向南投送转移，包括战车、自走榴弹炮等重型装备，运送方式甚至包括征用民用运输船。日本的传统战略方向是北方的俄罗斯，因此目前仍有约70%弹药都储存在北海道，仅有1成放在南部。据报道，日本政府打算以鹿儿岛县奄美大岛的自卫队基地为重心，新建弹药库，用以储存防区外导弹等新装备。滨田敬一还表示，将在九州和冲绳新建军用码头和油料储存罐，以满足自卫队和美军后勤保障所需。日本在西南诸岛增设弹药库和油库，是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一个新的举措。一是它与所谓的台海有事相关联，通过军事部署的变更，呼应日本在政治上对台海地区的立场。第二是与美国所谓的这个未来的介入台海冲突，应该说给予一定的支持，也是日美军事合作的一个重点。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伊丽莎白·特拉斯，祝贺她就任英国首相。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方认同英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行稳致远。当地时间周二，特拉斯正式入主唐宁街10号，成为英国第3名女首相。而特拉斯在周二上任后的第一通电话就折射出了他在国际事务上的勃勃野心。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已展开工作。周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成为第一个与新当选的英国首相特拉斯对话的外国领导人。我邀请他来乌克兰，感谢英国人为乌克兰提供的主要国防和经济援助。”而后，特拉斯转发这条推文，并表示：“从长远来看，乌克兰可以依赖英国的支持。”同时，特拉斯也已接受泽连斯基的邀请，将出访乌克兰。英国首相当政之后。惯例就是一般首次是跟美国总统通电话啊，这是他打破了这个惯例，这也是他在竞选当中的一个承诺。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做给他国内的选民看的。为什么？就是你看我是说一不二哈，这个说到做到，这也是。因为他之前他有一个不好的形象，就是所谓的变色龙哈，就是政治立场左右摇摆，经常变化。另一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在同一天针锋相对地给特拉斯提了一个建议，在确定自己对俄罗斯的消极立场之前，先搞清楚自己跟几个邻居的关系，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就任英国首相之前，特拉斯就多次发表反俄言论，引起俄方的不满。7月17日，特拉斯还曾声称他准备挫一挫拉夫罗夫的锐气。周二，特拉斯还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通话。特拉斯不仅特意提到了要一起应对所谓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战事带来的极端经济问题等共同挑战，还强调要通过北约和美英澳3国联盟 AUKUS 等推进两国的深度防御联盟。但白宫方面的新闻稿却与英国首相府网站的新闻稿略有出入。
其中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伊朗核问题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问题等内容，是英方稿件中没有提到的。主要还是因为呢，英国现在这个新内阁，它主要的任务还是应对国内的问题，现在这个也不想这个引发一些更多的国际冲突国际上面的一些矛盾，所以呢，它就模糊化处理了。对特拉斯就任首相，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表达了耐人寻味的祝贺。德国总理舒尔茨在社交媒体上用英文写道：“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柏林和伦敦将继续作为伙伴和朋友开展合作。”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称，对特拉斯对乌克兰的承诺感到非常高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推特上称，期待建立建设性关系，但他同时补了一句，希望能充分尊重我们的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则称，我们已准备好作为朋友和盟友一起共事。此前，在竞选期间，特拉斯被问及马克龙是朋友还是敌人时，曾表示还没有定论。President Macron, friend or foe? The jury's out. If I become Prime Minister, I will judge him on deeds, not words. 随即，特拉斯就引来法媒嘲讽。据 BBC 报道，一些法国媒体称特拉斯为“铁公鸡风向标”，正如法国许多民居上公鸡形状的风向标一样。报道称，这是讽刺特拉斯当年在脱欧等问题上的态度，从坚定的反对者突然变成强硬的支持者。Well, I think the British people are sensible people. They understand fundamentally that economically Britain will be better off. The reality is the vote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But what about the people who've changed their minds between then and now? I don't think people have changed their minds. Everyone I speak to, I have. That's true. Right. In the other way, though, Eddie. Oh, I see. So people can change their minds, but only if they go from Remain to Leave. 尽管就任伊始，特拉斯试图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英国的经济和民生形势才是摆在他面前的最大挑战。一如特拉斯就职演讲前的一阵暴雨，周二下午由于遭遇暴雨加上堵车，特拉斯的演讲时间多次推迟。在演讲中，一贯喜欢模仿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特拉斯又学起了战时首相丘吉尔，援引其名言，承诺将今天就采取行动。I will take action this day and action every day to make it happen. 今天就采取行动，最早是1941年10月，丘吉尔回复图灵等4名破议员请求支援的邮件时给出的指示。特拉斯表示，自己将把经济、能源和英国国民保健制度作为施政的3个优先事项。在经济方面，特拉斯称将制定通过减税和改革来发展经济的大胆计划。在能源方面，他强调将在本周采取措施，为家庭减轻能源价格上涨所造成的财务负担，同时确保未来英国的能源供应。在医疗方面，他则承诺将确保人们能够预约到医生，获得所需的服务。We shouldn't be daunted by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s strong as the storm may be, I know that the British people are stronger. Our country was built by people who get things done. We have huge reserves of talent, of energy, and determination. I am confident that together we can ride out the storm. We can rebuild our economy. 尽管特拉斯的3个饼画得又大又圆，但有评论指出，特拉斯关于能源保障方面的政策能否落地，不是英国政府一方所能决定的。如果接下来俄罗斯进一步减产减供天然气，国际气价再次刷新高位的话，特拉斯的政策很可能导致英国的天然气供应出现严重短缺，让全国人民在高额账单和哀冻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根据余关民意调查公司的民调数据，共有50%的英国受访者对特拉斯成为新首相达到失望和非常失望。乔纳森派的最新一期脱口秀节目就狠狠嘲讽了特拉斯的能源政策。Just to clarify, Liz Truss has not won a general election. We won't have another one for 18 months. No, she was chosen by roughly 200,000, mostly extremely wealthy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 deciding who runs a country of nearly 70 million. 特拉斯正式成为英国历史上第3位女性首相，她以撒切尔夫人为偶像。您认为特拉斯的铁娘子之路会怎么样呢？特拉斯赢得了保守党内党魁的竞争，重组了内阁，就他个人来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巧合的是，特拉斯现在面临的内外环境和挑战与当年撒切尔夫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特拉斯被认为是撒切尔夫人的信徒，但是他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撒切尔夫人，却不被人所看好。甚至呢，多数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合格的首相，更不要说会成为像撒切尔夫人一样的著名的首相。从特拉斯自己的政治成长来说，登顶首相之位既有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从偶然的角度来说，如果不是约翰逊被倒戈的话，特拉斯至少在2024年大选之前是没有什么机会的。从必然的角度来说，在过去7年中，英国首相走马灯一样的换，而且是保守党的首相，从卡梅伦到特蕾莎梅再到约翰逊，都是失去了党魁的位置而丢掉了首相的位置。也就是说，保守党内的斗争要比政党选举还要激烈，保守党的党魁不被本党所信任，这似乎变成了保守党的一个特征。特拉斯的党魁之位能够持续多久也是一个未知数，也有人认为他将是一个短命的首相。特拉斯被认为是善变之人，有变色龙之称，但是这次在保守党内的变动中，特拉斯能够笑到最后，恰恰是因为他没有变，他没有参与逼宫约翰逊的行动，直到约翰逊被迫辞职之后，特拉斯才宣布参加党魁的选举。必然的结果就是获得了约翰逊以及保守党内支持约翰逊的人们的支持。约翰逊虽然被高层倒戈被逼辞职，但是在保守党内的支持率还是很高的。除此之外呢，特拉斯自己的政治履历也是光鲜亮丽的，他担任过多个内阁大臣的位置，尤其是在脱欧之后担纲贸易和外交大臣，无疑是不小的加分项，也保持了自己足够的曝光度。当上了首相只是特拉斯去实现自己铁娘子梦想的第一步。现在英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经济增长乏力，通胀呢已经到了2位数，英镑跌跌不休。脱欧之后的英国还处于迷茫之中，可以说特拉斯从约翰逊手中接过的真是一个烂摊子。当然，收拾烂摊子也是特拉斯的机会。当年撒切尔夫人就是带着英国走出了困境，也成就了自己的政治声望。特拉斯将自己志同道合的盟友延揽到内阁，以防再度出现党内倒戈的事情，提出了让英国成为有抱负的国家，以此来鼓舞人心，提出了数千亿英镑的计划来冻结能源的价格。这个冬天，或许特拉斯也要像撒切尔夫人一样，面临着一个寒冷而且不安的冬天。特拉斯就职之后，首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打电话，承诺全力支持乌克兰。那最近乌克兰局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对此您有什么观察？特拉斯就任之后与泽连斯基通话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特拉斯能够赢得党内选举，并且担任了首相，也跟乌克兰有关系。他在俄乌冲突和危机过程中表现十分的强硬，甚至比首相约翰逊还要强硬。当然，后来的俄乌局势以及冲突给特拉斯的加分还是不少的。英国长久以来的反俄的传统被激活了，而大英帝国的历史记忆也同样被激活了。从深层次来说，这是特拉斯能够保持高曝光度的重要的原因。特拉斯就职之日第一时间就给泽连斯基总统打电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感谢，另外一方面呢是表明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的态度。特拉斯可能比约翰逊还要强有力的去支持乌克兰，这也是要保持英国在西方援助乌克兰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因此也不排除特拉斯在短时间内会访问基辅，而泽连斯基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已经邀请特拉斯到乌克兰去访问了。特拉斯担任外交大臣期间，俄乌局势巨变，现在当首相，战场的情势又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就在特拉斯赢得选举的时候，乌克兰官方透露说，乌克兰军队开始了反攻。当然，俄乌双方披露的信息也是大异其趣，但这是冲突爆发以来具有转折性的时刻，乌克兰的反攻的规模、力度还有待证明。而俄罗斯以安全的原因暂停了在占领区的公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俄乌现在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上。乌克兰的优势是西方强有力的军事援助，而俄罗斯的优势是天然气。在冬天到来之前，俄乌之间的冲突烈度可能会升级。俄罗斯现在已经中断了对欧盟的天然气的出口，以断气来向欧盟施压。
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能源价格的暴涨。如果不能够解决能源问题，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过来，在冬天来临之前，欧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也必然会强化。俄乌冲突又到了一个危险的时刻。一方面，扎波罗热的核电厂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联合国呼吁要建立安全区，这是避免发生核危机的重要的一环。另外一方面呢，攻守态势处于焦灼和转换的时候，冲突的烈度也会比较高。因俄乌冲突引起的连锁反应已经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尤其是欧盟已经变成了输家，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而美国则是最大的赢家。能源和武器两项，美国都是提供者，也能够自给。欧洲国家不得不到处寻找替代俄罗斯天然气的来源，同时呢，从美国购买军火。可以说，等俄乌冲突结束之后，欧洲战略自主的基础会大为削弱，欧美之间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呢，会更加的明显。好，接下来关注四川甘孜泸甸县6.8级地震相关消息。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全力进行中。泸甸地震除了牵动全国人民的心，也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不少国家向中方表示慰问，愿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周三下午，9.5泸定地震抗震救灾省市州县前线联合指挥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截至当天下午2时，地震已造成74人遇难，其中甘孜40人，雅安市34人，另有35人失联。地震发生已超50小时，救灾救援仍从水上、陆上、空中全方位进行。在震中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景区，由于通往外界的道路出现了垮塌，景区内200多名工作人员与游客暂时无法转移到摩西镇上，已分别被疏散到营地，安全和物资均有保障。目前救援通道仍在紧急抢通当中。距离海沟湾景区只有20公里的雅安石棉县王岗坪乡，受地震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导致部分群众失联。小心啊！哇，好滑！基本上每隔50米，我们就要翻一座像这样的一个小山坡，全是因为受地震影响，从山上滚落下来的一些巨石和一些砂石路。周三，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特勤大队100名消防员携带顶撑、破拆、绳索、担架等40余件套救援装备前往搜救。由于通往受灾地区的道路中断，消防员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救援船只，分批次将救援人员送至王岗坪乡码头，然后徒步赶赴现场实施救援。我们在王岗坪乡临时开辟的这个码头上，可以看到陆陆续续呢，就有一些物资运送进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搭建帐篷用的这个钢脚架，因为钢脚架比较沉哈，而且临时开辟的这个码头的路不是特别好走。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志愿者以及武警，他们是采取接力的这样一个方式，将钢脚架抬上车。王岗坪乡的新桥村停水停电，加上房屋受损，有50名村民需要被紧急转移。武警四川总队雅安支队40名官兵冒着余震的风险，徒步前往救援。有人吗？还有人吗？新桥村的被困群众以妇女、老人和儿童为主，其中有2名老人被垮塌的砖墙砸伤。救援人员进行简易包扎后，用担架将他们护送下山，轮流把他抬出来的，因为上面下来很复杂，那个地形啊，都是将近10来个人啊抬一个人。目前被困村民已悉数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在此次救援工作中，空中通道发挥了巨大作用。西部战区空军周二开辟6条空中绿色通道以及10条救援航线，出动2架直升机双机配合，在震区以悬停吊救方式将3名重伤员转移至成都凤凰山机场，再由西部战区总医院医护人员将伤员携转至医院，同时转运22名受困群众至安全地域。应急管理部南方航空护林总站当天也调派5架直升机前往石棉县草科乡实施航空救援作业，共转运了35名伤员，其中有10名重伤员。后续还将继续从空中通道转运医疗设备、通信设备、医疗物资以及各方面的医疗救护人员。从石棉县到这个草科乡20分钟以内就能到了，现在地面无法通车。
如果说是通车的话呢，也有可能要4到8个小时才能到草科乡，大大节约了时间。救援工作有序进行，但频繁的余震和未来几天密集降雨也为后续搜救增加了难度。截至周3上午，灾区共发生3.0级及以上余震15次，其中4.0级至4.9级地震2次。地震造成的塌方量较大，余震造成的山体滑坡和落石阻拦了救援推进。另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后3天泸定会频繁出现降雨，周3晚开始雨势将进一步加强，需要防范频繁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泸定地震除了牵动全国人民的心，也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周2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对中国四川地震中失去的宝贵生命深感悲痛，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最诚挚的慰问。在这场悲剧中，我们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同在。同一天，巴参议院主席和巴驻华大使对中国四川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表示哀悼，并表示巴基斯坦将和中国这个铁哥们儿与好朋友站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受强季风降雨影响，巴基斯坦日前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超过3300万名巴基斯坦民众受到洪水影响。8月30日和31日，由中国空军约20飞机运抵巴基斯坦的帐篷等中国援助物资，正是从四川调运。据悉，当时直飞的四川籍空军飞行员还曾经历过汶川地震。日本外务省周2发布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致电中方，对四川地震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对受灾民众表示慰问。日本做好准备，提供必要支持，祝愿灾区早日重建。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周2在微博写道：“对于四川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破坏，请接受我们最深切的哀悼。希望搜救行动和灾后恢复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我们祝愿受害者早日康复，并尽快克服这场可怕地震导致的后果。”韩国驻华大使馆同一天也对此次四川地震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深感痛心，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受伤人员表示深切的慰问。针对多国以各种方式向中方表示慰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周3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衷心感谢。毛宁说，中国政府正全力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各类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正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安排受灾群众抢修受灾地区基础设施。四川泸定9月5日地震发生以来，俄罗斯等许多国家以各种方式向中方表示慰问，表示愿意为中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和帮助。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